189年5月，34岁的汉灵帝咽气了。庞大的东汉王朝已行将就木，洛阳城的权贵们正在为了新秩序的构建互相使绊子。一个又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即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上表演一场又一场荡气回肠的绝世好戏。他们将一起塑造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时代——三国。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走过了160多个年头，从光武帝刘秀开始，经历了11个皇帝。但是上天仿佛并不看好这个国家，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皇帝早死的怪圈。从第4位皇帝刘肇开始，此后的皇帝全部都是未成年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现实问题：主少国疑。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怎么可能掌握气势磅礴的皇权呢？于是帝国的权力开始向孩子们的妈手中转移，太后成为了掌控权力的那个人。这是从整个汉王朝的老祖宗刘邦的媳妇吕雉那儿流传下来的传统。这样一来，以太后的兄弟们为首的娘家人入朝辅政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外戚成为了东汉王朝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等等等等。虽然权力把持在自己娘家人的手里貌似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会长大，这大权在握的滋味谁不想尝尝？这些年来，朝政都被自己这些亲戚们把持，他根本无从下手，皇帝也需要找人帮忙。那陪伴他们从小到大朝夕相处的太监们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于是宦官集团成为了皇帝铲除外戚真正掌控权力最好的工具。一个又一个外戚集团登台，几年之后又被亲政的皇帝铲除，帮助皇帝的太监们成了功臣，被委以重任。而皇帝刚刚掌权不久又死了，新的小皇帝上台，周而复始。到了189年，汉灵帝刘宏短暂的人生结束了。此时他剩下2个儿子，14岁的刘辩和9岁的刘协。刘宏喜欢小儿子刘协，不看好大儿子刘辩，这是满朝大臣都知道的。但这并不影响刘辩的母亲何皇后受宠。此时何进是大将军，何苗是车骑将军。刘宏本人大概也没想过他这么年轻就撒手人寰了。此时太子未立，所以在弥留之际，他就把王朝传承这个重任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宦官蹇硕，希望他能帮助刘协继位。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提前上演。蹇硕计划请何进入宫议皇位，然后直接干掉何进。可蹇硕不知道的是，他的心腹司马潘寅早就和何进有交情。当何进入宫时，潘寅一个眼神，何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何进大惊，转身就跑，驱车回到自己的地盘，说自己病了，不再进宫。蹇硕失败，刘辩以长子身份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同时命袁伟为太傅，与何进共录尚书事。何进立马干掉了蹇硕，收编了他旗下的西园军。事实上，蹇硕与何进这2位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年刘宏为了限制何进的权力，就提拔了蹇硕担任西园军的统领。这支军队是以洛阳城内的防务为主的队伍，除了皇帝担任名义上的统帅之外，共有8位校尉。蹇硕是1号人物，2号人物名叫袁绍。也正是因为袁绍，才让这一次的权力更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现在蹇硕已死，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东汉王朝还能在何家的掌控下苟延残喘一阵。可袁绍意犹未尽，所有人都将成为他追逐权力的棋子。现在他名义上已经是何进的部下了，而且从袁伟一同辅政来看，何进非常倚仗袁家。毕竟汝南袁氏43公，门生遍布天下，此刻多事之秋，少不了这样家族的帮衬。袁绍的计划也就开始了。他先是继续鼓动何进，死了一个蹇硕没用，应该把这些宦官全部干掉，眼下大将军您辅政，这是天赐良机呀。袁绍为什么要借何进的手去杀宦官，这是一个很值得推敲的事情。现在朝廷摆在明面上的是2股势力，一个自然是以何家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个则是以石常氏和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现在宦官们的老大死了，可他们的基本盘还在。袁绍作为另一股势力氏族集团，想要在此刻争取更多的利益，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互相争斗。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氏族无论如何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君是君，臣是臣。就算他们可以搬弄政治，可以在幕后操盘，袁绍对皇帝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想法的。而且本来何进也有铲除宦官的意思，但这个人
却一直在犹豫，因为他要征求他妹妹何太后的意见。何太后表示，哥哥你是不是疯了？宦官参政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而且咱们何家有今天也少不了他们的帮衬，咱们可不能干过河拆桥的事儿啊！你是不是让谁忽悠了？何太后不同意，但现在外面风言风语又是一大堆，说的何进徒有虚名，何进更加拿不定主意了。这时袁绍说道，你妹妹说到底一介女流，她不支持我可以找人吓唬吓唬她，让她知道这些宦官都是些什么人。于是何进下令各地兵马前往洛阳，董卓从关中起兵，并放出话来，我早就看这些宦官不顺眼了，带我进城把他们全杀了。同时东郡太守乔瑁筑城稿，吴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一时间朝野震动。袁绍的计划很顺利，何太后确实被他吓住了，他让宦官赶紧出宫回家躲躲。袁绍继续忽悠何进，现在机会摆在你的眼前，赶紧把他们都杀了吧，你以后就是咱们大汉朝的头号功臣啊！但是何进还在犹豫，他认为这些宦官已经远离纷争，不需要赶尽杀绝。袁绍眼看计划就差最后一步就大功告成，他十分不甘，索性伪造文书，打着何进的名号，让各地州郡逮捕宦官家属。此时的宦官们刚死了老大哥，又被逼到墙角，早就坐不住了。于是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我大汉朝现在这个样子，难道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吗？你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下贱，敢问这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干净的？话毕，一个宦官拔剑杀了何进，局势瞬息万变。袁绍的计划成功了，什么何进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个杀猪的屠夫罢了，而他袁绍现在却成了何进亲自任命的司隶校尉，可独断专行。何进的手下听到老大的死讯，带兵入宫。吴匡等人联合董民，又杀了车骑将军何苗，虎贲中郎将袁术直接领兵攻打城门，外戚家族的核心势力基本覆灭。眼看皇城岌岌可危，张让等人带着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暗道仓皇外逃。于是袁绍和太傅袁伟借着宦官杀死大将军何进的由头，领着手下兵马全城搜捕，见一个杀一个。洛阳城人人自危，一些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太监，只能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袁绍的手段要比何进高明得多，心也更加冷血。逃跑的宦官到了黄河附近，眼看再无退路，准备自杀。临死前张让说道，我等尽灭，天下将大乱，望陛下保重。事实上，袁绍亲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终结了东汉王朝的权力轮回。现在宦官没了，外戚也没了，权力似乎到了他们汝南袁氏的手中。但在东汉末期的历史上，袁绍的评价并不高，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宦官当然有好有坏，袁绍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为了得到权力，不问青红皂白，余力屠戮，只会让自己失道寡助。但这都是后话。袁绍是毫无疑问的士族，那士族就能掌控权力了吗？答案是没有，因为董卓来了。还记得袁绍为了吓唬何太后，让各地兵马前往洛阳吗？董卓就是其中一股，也只有这个西北军阀才能让何太后足够忌惮。但是袁绍根本没想到，他这43公的头衔，士族中的翘楚，在董卓那儿连个屁都不是。董卓从小就跟西北少数民族交好，同时臂力过人，可左右开弓，生性极其残暴。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灵帝时就做到了并州的州牧。当了封疆大吏之后，董卓更加肆无忌惮，朝廷让他进京他不去，让他交出兵权他不交，他的理由竟然是士兵与自己朝夕相处，已经血浓于水，合二为一。自己现在年事已高，既无老谋又无深算，只好愧对朝廷。就在袁绍洛阳屠戮宦官的同时，董卓率领他的西凉大军一路向东，在城外遇到了走投无路的皇帝一行。刘辩看着董卓，立即瘫倒在地，嚎啕大哭，同时随行官员宣旨，谁让你来的，赶紧退兵。董卓看着如同丧家之犬般的东汉皇室说道，退兵不存在的，你们这群人不能保护皇上匡扶社稷，还有脸让我退兵。于是董卓看着哭泣的刘辩，转身又望去9岁的刘协，意味深长。就这样，西凉军进城了。可由于来得太快，董卓实际上没有多少兵马，只有3000人。于是董卓让他这些手下每天脱了军装出城，第二天再穿军装进城。几天之后，
洛阳城风声鹤唳，好像整个城市已经被他包围。而此时的外戚和宦官全部群龙无首，董卓立即收编了何进的部队，又找人引诱吕布，杀了之前一同奉何进诏书进京的丁原。至此，洛阳城确实已在董卓的控制之中。几天之后，董卓又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人的举动，他要更换皇帝。董卓正在狂妄地展现自己的力量，正所谓君位臣纲，你居然想换了天子。董卓当然也知道他犯了忌讳，所以他找来袁绍商量。毕竟袁家43公，门生遍布天下，如果有了袁家的支持，也能说得过去。可袁绍是读书人，怎么可能同意你这种做法呢？董卓大怒，拔剑说道：你小子怎么不识抬举呢？我找你来商量是给你面子，老子要做的事儿还没人敢反对，你是嫌我的刀不够快吗？袁绍立即回道：难道普天之下就你董卓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扬长而去。至此，袁绍之前所有的布局宣告失败，士卒没能按他的计划掌权，反而给西凉军阀董卓做了嫁衣。189年9月初1，陈留王刘协登基称帝，是为汉献帝。通过这件事，袁绍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之前实在太过天真，现在乱世已至，以后的天下恐怕不再姓刘了。所谓的皇帝现在也是棋子，于是他连夜出城，直奔大本营冀州而去。同样理解这个道理的不止袁绍，各路州牧、刺史、太守也都虎视眈眈。而董卓此举无疑将自己放在了世人的对立面，毕竟你我皆汉臣，普天之下莫非汉土，你却连皇帝都换了。他当了相国，号称上父，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所有的礼法和制度全都成了摆设。这时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董卓答应了。他派人请出了名士蔡邕，他把荀爽从一介平民提拔到3公的位置，士卒们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可人的本性是没法改变的。不久之后，董卓野蛮暴力的一面又一次击碎了士卒们仅存的幻想。他放纵手下私闯民宅，奸淫妇女，滥杀无辜。洛阳城内所有百姓全都是他董卓砧板上的鱼肉。此时东郡太守乔瑁挺身而出，他伪造文书，称现在洛阳城内人人自危，国已不国，希望各地立即集结人马，挽救天下苍生。初平元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仪、冀北相鲍信同时起兵，号称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但讽刺的是，联军之中一大部分人都是董卓任命的，包括现在已经是渤海太守的袁绍。如何对待士卒，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而袁绍却已被各路诸侯树立成了反董联盟的旗帜，从袁绍布局杀宦官赶走外戚，董卓入京换地，再到各路诸侯借讨董名义组成所谓的兴复汉室的联盟。此时的东汉朝廷名存实亡，联军声势浩大。袁绍与王匡屯河内，袁术屯鲁阳，孔宙屯颍川，韩馥屯邺城，剩余部队在酸枣扎营。面对紧张的局势，董卓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他本就来自西面，洛阳战线过于靠前，退回关中貌似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他不可能就这么灰溜溜的逃走。2月17日，董卓下令迁都，百姓并不愿意，董卓就动用部队强制百姓搬离，无数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洛阳到长安，鸡食影路，遍地都是踩踏致死的百姓。随后董卓一把大火烧掉洛阳城，并命令吕布挖开历代帝王公卿的陵墓，获取珍宝。3月5日，董卓挟持刘协到达长安，随后下令诛杀袁绍族人，包括太傅袁伟在内所有袁家族人全部被杀。董卓在尽力地维护自己的体面，而此时联军却并未行动。这些郡守们谁都不打算出兵，因为所谓的关东联盟本就是临时拼凑，名义上讨伐董卓，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势力在乱世之中争取更大的利益。国难当头，却人心不古，实在令人唏嘘。敢问天下英雄，就没有人能够站出来高举义旗匡扶汉室吗？当然有，我们都知道，他叫曹操。初平2年4月，董卓挟持汉献帝到达长安。入城时，他特意命令御史中丞黄埔松跪在门口迎接，用来彰显他目前的权势。所谓的关东联盟，他从来就没放在眼里，因为他知道这群人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被民脂民膏养肥的所谓的政治家们还在鹬蚌相争，在血泪交织的深渊中舞蹈的游戏，又有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此时与董卓正面对抗的是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联军，但面对董卓的一系列行为，联军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时有人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道：现在董卓挟持天子，焚烧洛阳，大军集结，不知道诸位还在犹豫什么？应该和董卓一决雌雄啊！说话之人曹操。曹操实际上是最早响应讨伐董卓的人，他散尽家财，聚集了5000人马在河南起兵，但在联军之中却没有他的位置。曹操的话没人听，这很正常，因为曹操不是士族。但话都这么说了，曹操只能自己率兵西进，在泉阳汴水与董卓手下大将徐荣相遇，双方开战，曹操大败，差点命丧黄泉。得亏曹洪借马才跑回酸枣大营，回来之后，曹操看到10万驻军歌舞升平，一点打仗的意思都没有。此时曹操还没有放弃，他继续劝说：我有一计可安定天下。袁绍率军攻孟津，酸枣诸将守城皋，并遏制要道。袁术率军进武关，我们再利用地形多步移兵，让天下人都看到关东联军的实力，如此则讨董大业可成。但是有用吗？没有。你曹操是干啥的？刚送了一拨人头不说，你是什么出身？你父亲当年靠着认太监做爹当了太尉，你真以为你能指挥我们吗？还是那句话，你愿意打就自己去打。曹操看这些人并无出兵之意，自己现在人马损失殆尽，只能离去前往扬州招兵。不久之后，联军内部互相火并，粮草不足，也就各自散去，回到州郡。至此，东汉王朝除了有个被董卓玩弄的皇帝外，出现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联盟解散了。难道就让董卓继续把持天子，掌握时局吗？当然不能。除了曹操之外，一心抗董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孙坚。孙坚早年靠着镇压黄巾军的军功，一路做到了长沙太守。董卓篡汉后，孙坚也加入到了讨伐董卓的大部队当中。他先是介入荆州，顺便杀了荆州刺史王睿，一路打到南阳，并在鲁阳遇到了袁术，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共聚大义。袁术让孙坚兼任豫州刺史。于是孙坚在阳人与董卓交战，一刀砍了董卓麾下大将华雄，名扬天下。可此时袁术不高兴了，咱们哥俩一起讨董，怎么风头都让你抢了？他害怕孙坚的势力超过自己，所以此后的战役中，袁术开始使绊子，不给孙坚送粮，这导致孙坚在前线捉襟见肘。孙坚大怒，跑到袁术的大营说道：我之所以出兵，上为国家讨逆贼，下是为你袁家报仇。我和董卓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咱们现在联合讨董，我在前面，你现在要拆我的台吗？这跟当年吴起泪洒西河，乐毅功败垂成有什么区别？袁术连忙抱歉：兄弟，我错了，以后粮草管够。董卓也害怕了，这个孙坚确实所向披靡啊。于是董卓派人想要和孙坚联姻，化解危局。孙坚说道：痴心妄想，我孙坚不诛你3族，死不足惜。就这样，孙坚一路杀到已是残垣断壁的洛阳城，城门之外又打败了董卓的贴身保镖吕布。入城之后，偶然间孙坚得到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玉玺。如果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这个玉玺可能真的有些魔力。孙坚决定和董卓一干到底，出函谷关一路向西。可就在他前方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豫州被偷袭了。袁绍表曹操的手下，做了豫州刺史，孙坚只能撤退，保卫自己的后方。但孙坚这一仗也没有白打，他彻底地赶走了董卓在关东的残余势力，同时益州刘焉也在牵扯董卓的精力。赶走了袁绍和曹操的偷袭部队之后，袁术和孙坚想要再下一城，图谋荆州。此时荆州州牧刘表已经和袁绍结盟，孙坚没有变化，依旧勇猛无比，在樊城邓县大败黄祖，然后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刘表一方则闭城不出，继续派黄祖趁夜出城调集部队。按照孙坚的战斗力，他拿下荆州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历史没有如果。在多次与黄祖的战斗中，孙坚越发骄横，最终死在了岘山的箭雨之下。孙坚的故事虽然潦草收场，可他的能力几乎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他的大儿子孙策。荆州方面则因为孙坚的死立即扭转了战局，袁术集团开始示弱。襄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暂时度过了危机。袁术的失败同时伴随着袁绍的迅速崛起，他与公孙瓒以及韩馥等人正在争夺冀州的主导权。袁绍先是提议让大司马刘虞去做皇帝，刘虞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你原本初想的什么我会不知道吗？想借我的手去争权，你别忘了我是姓刘的。袁绍当然也没有放弃，他继续劝刘虞，你不做皇帝太可惜了，做个尚书令吧，先把政务的事都接过来。刘虞依然不同意。谋利不成，袁绍开始执行 B 计划。渤海太守实在官至低微，他打算挤走韩馥做冀州的当家人，占有河北，这是袁绍的夙愿。当年起兵时，袁绍与曹操有过一次关于天下大事的闲聊。袁绍说道：五南拒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计乎？河北在当时的确是个风水宝地，而且这时正好出了一件大事，韩馥手下大将曲义造反了。韩馥自己领兵几个来回也没有打过。此时袁绍劝说曲义，兄弟，反都反了，我43公，你看看现在曹操、张扬什么的都来投奔我了，你也跟我混吧。随后又写信给公孙瓒，咱们哥俩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冀州真的不错，分给你一半怎么样？韩馥这下更难受了，刚没了手下大将，难道自己这个做了1年多的冀州牧也要丢了吗？这时他的手下劝谏道，别看袁绍只是一个渤海太守，但是他现在势头强盛，跟他正面对决恐怕是没有胜算的，不如主动把冀州让给他。您本来就是袁家的门生，这样您不仅成全了袁绍，自己也能有个好名声。就这样，袁绍变成了冀州州牧。而就在袁绍走马上任不久之后，原来韩馥门下的一个谋士居寿前来出谋划策，他说了一番可以改变袁绍命运的话。将军弱冠登朝，名扬天下，后来董卓篡汉，您高举义旗，领兵出征，现在您又赶走了韩馥，朕一郡之卒，据一州之众，威震河朔。我们可以先率军东讨黄巾军，平定青州，然后向西灭了黑山贼，最后挥师北上，消灭公孙瓒。如此一来，则可合4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100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而且以您的水平要做到这些，只需要几年的时间。袁绍很高兴，这个沮授是个人才呀，因为他说出了袁绍的心里话，除了那句最重要的迎大驾而令天下。那此刻袁绍为什么不能接受沮授的建议呢？本质上，袁绍是十分瞧不上刘协这个被董卓搬上来的皇帝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劝说刘虞当皇帝。而且在袁绍的心里，就算他能把董卓干翻了，真的把皇帝接来了，这个刘协也是个定时炸弹，自己会不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董卓呢？就在袁绍打算认真思考一下沮授的战略安排时，他就迎来了他雄霸河北之前最重要的敌人公孙瓒。公孙瓒率领他麾下近4万兵马与袁绍在界桥展开大战。袁绍能打得过吗？如果从纸面实力上分析，几乎没有胜算，因为公孙瓒这些年在附近几乎连战连捷，手下近1万名白马一从，势不可挡。但是袁绍也不怕他，他让曲义带领着1800多名士兵站在了大部队的前面。公孙瓒笑道，你袁绍这么看不起我吗？于是直接命令自己手下的白马骑兵冲锋。袁绍赌对了，他的目的就是让对方的骑兵冲锋自己的小股部队，等到近处再用后面的弓箭部队与公孙瓒缠斗绞杀。界桥一战，袁绍大胜，奠定了他在河北的地位。我们将视角挪回西面，此时董卓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他之前又是挟持天子，又是火烧洛阳的，在绝大部分朝廷大臣的眼里，他就是个魔鬼。所以他为了稳住局面，不得不继续使用之前有名望的大臣，比如朝廷的2号人物司徒王允。可王允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一直在联合司隶校尉黄绾等人准备暗杀董卓，但长安城全都是他董卓的人，怎么杀？吕布。这时王允得知一个消息，吕布因为与董卓的某个小妾私通，惹得董卓大为愤怒，这2人已经有了嫌隙。况且吕布也不是什么老实人，之前就能为了利益杀老主子丁原，请他来参加弑董计划，可以一试。吕布说道，董卓待我就像父亲一样啊，我怎么能杀他呢？
王允回道：你姓吕又不姓董，前几天因为一个女人，董卓就拿戟戳你，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说什么谁爹谁儿子呀？吕布同意了，史书上的记载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到底有没有罗贯中笔下的连环计，就不得而知了。192年4月，东汉天子刘协病了，在董卓进宫看望皇帝的路上，吕布联合心腹手下干死了自己的义父，恶贯满盈的上父董卓死了。长安城一片欢呼雀跃，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王允成了刺杀董贼的大功臣，他变得不可一世。大臣朝会时，王允不再和大伙推心置腹，之前被董卓找来撑场面的蔡邕，只是一句话说错了，他便找人杀了蔡邕全家。王允无疑成为了另一个董卓。同时，王允貌似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凉军除了董卓死了，主力就没有损失。你能杀董卓，别人就不能杀你吗？于是董卓的手下李傕、郭汜率领西凉大军迅速接管长安，司徒王允死了。吕布则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权力落到了李傕和郭汜的手里。如果这二位能够和睦相处，刘协说不定还有机会做一做真正的皇帝。可西凉军进城之后，他们马上就忘了往日的兄弟情谊，开始为最终的权力拼杀。他们二人，一个把持皇帝，一个绑架百官，双方在长安城内斗得不亦乐乎。结果就是皇帝跑了，大汉天子成了浪子。不知道刺杀董卓竭力保护汉室的王允，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是什么感想？董卓死了，混乱却在加剧，各地的军阀们也都在为了那个最终的权力宝座拼杀。曹操亦是如此。而且现在的曹操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在关东联军中说话没人听的曹阿瞒了。实际上这段时间曹操一直在默默发展。联军解散之后，他先是到扬州招兵买马，而后进驻河内投奔袁绍。毕竟他们两个小时候就有交情，但是没多久矛盾就出现了。之前已经讲过，这时候袁绍正在争夺冀州的主导权，力求谋利留余。曹操不同意，他对袁绍说道：董卓之罪报于四海，你之前起兵大伙都来投奔你，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虽然右主微弱，受制于奸臣，但没有亡国之兆，你这种做法天下人怎么能够接受呢？诸君北面称臣，我自西向。曹操走了，看来在他的心里，这个曾经的大哥有些靠不住，但他也并没有完全的脱离袁绍。此时正逢黑山贼攻打东郡，曹操引军来援，在濮阳大败贼军。袁绍立即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至武阳。此刻曹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成为了角逐天下的种子选手。不久之后，曹操的军营来了一个人，此人清秀通雅，风姿奇美。曹操与其一番长谈之后大赞：这就是我的子房啊！此人颍川人荀彧，而荀彧背后的是整个颍川士族。他原本在袁绍帐下，而这一次简单的跳槽就足以证明荀彧的水平。在与袁绍接触的过程中，荀彧料定袁绍成不了大事，而且此时袁绍麾下的谋士实在太多，荀彧想要拔得头筹也有一定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拉得足够广，就可以发现荀彧是一个有抱负有底线的人。在军营中做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荀彧是不满意的。而眼下就有这么一支高层几乎全部都是宗族势力的队伍，这支队伍的话事人还是口碑不错的曹操。荀彧加入他们共谋大业，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同时，曹操和荀彧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像是创业伙伴。荀彧也没有辜负曹操的器重，他立马给曹操弄来了一堆优质人才，荀攸、郭嘉、钟繇等等等等。有了这些人的加盟，曹操拉起来的草台班子也开始变得与众不同。初平3年，曹操所在的东郡一旁的兖州黄巾军不受控制，而且兖州刺史刘岱在作战的途中死了。当年在联军中就看好曹操的鲍信，立马来到东郡迎曹操，领兖州牧。于是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军，战于寿张之东，鲍信不幸战死。曹操设祈福，昼夜会战，终于打败了兖州黄巾军。
当年冬天，曹操获降卒30万，人口100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称青州兵。短短几个月时间，曹操从一个东郡太守变成了兖州的主人。虽然这段时间的曹操就像开了挂一样，但这是乱世，没有人能够消停。他的好大哥袁绍马上又和袁术打起来了。袁绍早就和荆州刘表结了盟，袁术自然打不过，只能向之前被袁绍打败退回幽州的公孙瓒求援。同时，徐州陶谦也参和进来，逼近袁绍。曹操又帮助袁绍击退陶谦解围。这一年，孙策受袁术派遣过江，几年之后便占据了江东一带。但江东目前并不是群雄逐鹿的重头戏，孙策的故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初平4年春天，袁术被逼到了陈留以及封丘一带，在此收编了一部分黑山贼，攻打曹操。双方激战，曹操大获全胜。此时曹操志得意满，这袁公路都被他干趴下了，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呢？当然有徐州陶谦。就在袁术被曹操一路穷追猛打之时，曹操收到了一个噩耗，他的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在投奔他的途中死了，传闻是陶谦干的。而且曹操也收到了兖州南部告急的军报，于是曹操以替父报仇为名，率军征讨陶谦，连克徐州10余城。不久之后，双方大战于彭城，陶谦大败。随后曹操下令屠城，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一个不留。曹操在打他的立威之战，而陶谦一边退守，一边向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则和刘备一起救援。打得过曹操吗？刘备自有兵1000余人，及幽州乌丸杂技，又掠得饥民数千人，就算带着陶谦的丹阳兵4000，也是螳臂挡车。可刘备来了之后，借此机会成为了豫州刺史，算是跨入了群雄行列。同时曹操居然真的退兵了，并不是曹操怕了，是因为他的家被偷了。东郡守备陈宫早就对曹操心怀不满，于是趁着曹操与陶谦大战，联合陈留太守张邈等人背叛曹操，让吕布当了兖州牧。吕布从长安跑出来之后，一直在四处投奔。这位著名的义子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个人的家奴了。他先是投奔袁术，袁术表示你小子反复无常，你快走吧。他又去投奔了袁绍，打了几次胜仗之后，老毛病又犯了，开始飘了。袁绍发现自己好像控制不了这个天下无敌的吕奉先，那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掉。于是一边以天子名义册封吕布为司隶校尉，一边又派小股部队准备暗杀吕布。吕布连夜逃跑，又去河内投奔了张扬。此时正巧曹操在徐州和陶谦激战，陈宫趁机劝说张邈，现在天下分裂，英雄豪杰数不胜数，您现在拥有10万人的队伍，却被曹操控制，是不是太卑微了？眼下曹操和陶谦大战，吕奉先这个猛士也在附近，将他接来，一同占据兖州，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则可纵横天下。吕布就这样成了兖州牧。一时之间，兖州各地纷纷响应，曹操的根据地基本上要丢光了，只剩下鄄城、范县和东阿分别由荀彧、寿张县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已经异常危急。张邈立即准备攻打鄄城，并放出话来：吕布是来帮你们打陶谦的，赶紧开城准备军粮吧。鄄城的守军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荀彧说道：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玩背刺，不可能是跟我们一伙的，准备迎战吧，并且立即向夏侯惇寻求支援。豫州刺史郭贡又受吕布煽动，率军前来攻城。郭贡要求荀彧出城，城内主将更是拿不定主意。夏侯惇说道：现在主公不在，军中之事由您做主，可不能有什么闪失。荀彧说道：他们这几个人平时互相大多不认识，郭贡来只能是一时兴起，肯定是没什么计划的，城我是一定要出的，各位放心。郭贡见荀彧毫无惧意，认为鄄城易守难攻，引兵而去。荀彧巧妙地化解了危局。曹操职业生涯前期最重要的帮手就是荀彧。同时经过几天的周旋，曹操也已班师。听说吕布屯于濮阳，曹操笑了。吕布这小子确实没什么大志向，他1天之内就占了我的兖州，却不在关键的位置驻扎，选了濮阳这么个地方。谁人说的吕布天下无敌？我看他啥也不是。于是双方在濮阳展开大战，而乱世之中能够拉起一拨人马追随自己，雄霸一州，吕布当然也没曹操说的那么不堪。
这一次，所向披靡的青州兵被吕布的骑兵冲散了，曹军开始大乱，而且曹操在逃跑的过程中坠马，左手被烧伤，司马楼毅救了曹操一命。战斗还在继续，曹操不可能轻易的放弃兖州。重振旗鼓之后，曹操趁着夜色偷袭吕布在鄱阳城外40-50里处的部队，战至天明，曹操大胜。但是没来得及撤退，吕布又带着他的骑兵赶到了，双方继续开战，战至中午不分胜负。这时曹操已无心恋战，临时招募军中勇士充当先锋，有一相貌魁梧之人首当其冲，此人陈留人典韦。他命令和他一起的10几名敢死队成员身着双层盔甲，丢弃盾牌，手持长矛撩戟，站在最前面。此时敌人弓弩乱发，矢志如雨，典韦视若无物，对身旁士兵说道：等敌人距我10步时再告诉我，10步了，5步时再告诉我。身边的士兵全都怕了。等到吕布的部队已经冲到眼前，典韦手握10几支撩戟，大呼跃起，一人抵挡数名敌人，吕布军阵崩溃，曹操突围成功。此后曹操升典韦做了都尉，伴其左右。与吕布濮阳一战，算是在曹操整个人生中都能排得上号的惊险战役。整体战斗大概持续了100多天，双方全部弹尽粮绝。其中还有一次，曹操与濮阳城内大户田氏里应外合，放火烧了濮阳城东门，以此激励将士，与吕布决一死战。可还是没有打过，被吕布偷袭。曹操一度被抓，但是吕布的手下却不知道曹操的长相，问曹操，曹操去哪儿了？曹操指着前面说到骑黄马的那个就是。曹操就这样跑了。后来兖州蝗灾大起，各个城内的百姓开始人吃人，曹吕双方也都因为乏粮撤军。9月，曹操退到了鄄城，吕布则退守山阳。此时袁绍又打起了曹操的主意，他派人来说道：兄弟，别打了，咱俩合体难道不是天下无敌吗？曹操当然也犯了难，于是找来手下谋士商量对策。程昱说道：袁绍具有燕赵之地，怀并吞天下之心，但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脑子，而且主公，您觉得您能和他合作吗？将军可是有龙虎之威的人，如今兖州虽残，尚有3城可守，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您的水平，再加上我和文若等人的协助，咱们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曹操这才放弃联合袁绍的想法。10月，曹操继续后撤到东阿，开始休养生息。兴平2年春，休整了一整个冬天的曹操集结兵马偷袭定陶，既因太守吴资保守南城，曹操久攻不下，吕布率军前来，曹操大胜。5月，曹操又在巨野再次击败吕布，兖州北方大部已经被曹操收回。而就在曹操收复失地的同时，天下大势也在发生变化。之前和曹操大战的徐州牧陶谦死了，豫州刺史刘备成了徐州牧。现在曹操有2种选择，是继续夺回兖州剩余部分，彻底赶走吕布，还是趁着徐州易主去和刘备掰一下手腕。曹操更偏向入主徐州，但是曹操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荀彧说道：无论是高祖刘邦还是光武帝刘秀起兵时，无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现在的兖州虽然残破，但是横跨黄河济水，还是可以用来自保的。如果分兵东击陈宫，陈宫必定不敢西顾，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兖州的庄稼全都收了，吕布也就没什么威胁了。此后我们可以向南联合刘繇，赶走袁术，彻底控制淮水泗水一带。而如果现在不打吕布，东转去攻徐州，兵带少了则打不过，但如果是大军出征的话，就只能让百姓守城了。别说收庄稼了，上山砍柴的人都不够。而且如今正值秋收，徐州城更会坚壁清野，将军一旦久攻不下，抢掠又无收获的话，不出10天，咱们的大军尚未开战，自己就先困乏了。更为重要的是，之前咱们打徐州，您可是屠过城的，徐州境内的百姓必定会誓死奋战，咱们在徐州这个地方没有民心。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准备秋收，然后和吕布决战。可吕布也不是傻子，他眼看曹操开始收麦子，自己失了先机，于是和陈宫率领1万多人从东闽赶来。这时候曹操手下确实没什么兵了，不足1000，打肯定是打不过的。曹操也没有料到吕布会如此破釜沉舟，于是
东汉末期一直顶着奸诈名号的曹操出了一个奇招，他让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女同志登上了城墙，士兵则在门口拒守吕布。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曹营的西面有一条大堤，南侧则是树林。吕布看到此景害怕了，他怕这诡计多端的曹孟德又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招式，于是没有进攻，在南边10里处驻扎。次日吕布再次前来，曹操令一半士兵藏于堤坝之内，另一半在外诱敌。待到吕布发觉自己中了埋伏之后，为时已晚。此战曹操大胜，但是由于兵少追击无果，吕布和张邈跑到了徐州投了刘备，但张邈的家人都在雍丘。8月，曹操围攻张超于雍丘，张邈前来救援，被曹操截杀。12月，曹操攻破雍丘，张超自杀。入城之后，曹操灭张邈3族，兖州自此平定。而且早在8月时，由于李傕和郭汜的火并，献帝已经返回长安，正式册封曹操成为兖州牧。曹操为何能够在群雄争霸的汉末迅速崛起？除了他本人能够精确的审时度势，再加上有着荀彧等人的辅助，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早年间曹操与手下谋士毛玠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曹操集团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基础，堪称毛玠版隆中对。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可谓是国计不泰，民也不安。这个天下是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的。可惜纵观天下大势，虽然河北袁绍、荆州刘表看似强大，实则这2人属木寸光，不知根本。那什么是根本呢？一是正义，二是实力。所谓的正义，就是打仗要师出有名，这样在气势上就占尽了上风，这叫做兵役者胜。而实力就是钱，大规模战役打的可不只是战场上的博弈，更多的时候是在比拼双方的经济实力。钱足够多，就能做到进退自如，这就叫守卫以财。总之，有了这2条，进可攻，退可守。因此，毛玠提出3项建议，即奉天子、休耕植、蓄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休耕植是经济手段，蓄军资是军事安排，可谓纲领性文件。所以曹操这些年一直在践行这些思想，他早年间让青州兵屯田就是例子。现在他打跑了吕布，兖州已经完全在其掌握之中，他现在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有了巨大提升。他距离毛玠说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只差最后一步，奉天子以令不臣。